我们都活在马来西亚，但是我们是活在马来西亚华人圈子的马来西亚。而他们是活在马来人的圈子的马来西亚。想象我们身边的马来人都像是我们寺庙里面的尼姑和尚。尼姑和尚，对，你不会进到去尼姑跟和尚，你说，哎，你们很极端哎，因为你懂他们在修行。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马来人的朋友都在身边修行。欢迎收看《比比来三报》，你好，我是莹莹。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位来宾呢，其实我是怎么样子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呢？你们还记不记得 MCO 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风靡了全球一下子的一个风潮，就是 Clubhouse。那时候呢，我就在里面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房间，我就发现有一间房间很 cute， 它的房间叫做 Orang Cina Cakap Bahasa Melayu。之后呢，还有一个 Orang Melayu Cakap Bahasa Cina。我想说，哎，可爱耶这个。然后在房间里面呢，就有很多异族的同胞呢，就在讲这华语啦，或者是广东话啦。那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华人呢，把马来话讲到很好，也有讲到很 kick 的。可是那一个交流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我就发现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呢，真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教育体系，所以我们身边的圈子呢，确实不见得人人都有机会可以跟所有的异族同胞交朋友。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房间到底是谁开的？就有留意到一个名字叫做 William 哦。然后后来我们在比比来三帮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说 ，OK， 这个就是我要来找来聊天的人，因为他是那一个会去打破同温层、打破泡泡的这个人。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开房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欢迎 William。我先戴个安全帽先，我是觉得你讲到开房我都很怕了啊那个。你有讲马哈迪吗？你今天要跟我们聊马哈迪吗？我什么都可以聊的，反正是我自己的观点来的。好像待不下去哎。对咯，头太大了，大头针。OK，William 是一个非常有准备的来宾哦，他自己带买那个 hair dryer 啦，头盔啦，还讲好，我觉得这样子做呢，可能距离比较好啊，非常的专业和主动，大家应该也会很想要认识你。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的人？你的职业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好像懂很多？然后为什么你会开一间这样子的 Clubhouse 房间？我自己本身是教潜水的，现在，所以我是对这很多游客。经常也需要带动一点气氛，所以可能就职业病，所以还是会有做一些这样的动作了。其实我在做潜水这个行业之前，我是做媒体行业的。而为什么我会觉得要开这一间房间？当时候我还记得刚刚开始有这个 Clubhouse 的时候，是有另外一间房间叫 Kopitiam 的，然后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人开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进去，全部都是讲英文的。然后你知道新加坡人的英文肯定是有一定的 level、一定的 standard 了的。就开多另外一间房呢，就是叫马来西亚的天空，就是卓慧琴开的。然后我就进去玩哦，然后就认识蛮多本地的艺人啊等等的。那有一天我就觉得，周末我们全部只能讲英文跟华语，好像没有一个地方给马来人可以聊天的地方。我就有发觉到，其实还是有别的马来人开的房间，是我们华人没有注意到而已。有没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拉一下两边的人来聊一下天呢？我感觉又很想要进去他们那边听，又想要他们听我们的东西，就一个晚上，手痒痒就开了咯。Orang Cina Cakap Melayu。然后就坐在那边半个小时干等，没有人进来，没有人进来。然后 MCO 反正我也是在做着自己的东西，帮朋友写一些稿啊等等的，写。突然间就有一个华人进来，就用了很 kick 的马来文，不懂会比我 kick 吗？应该他的那个 kick 是蛮搞笑的，我觉得。我还记得他进来的时候那个反应就是，boleh cakap Cina 噶？我觉得我说的，我完全做不到好，他那个这么 kick 的那个过程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开始好玩了，然后就开始有几个马来人进来，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一些关于我们华人传统啊，我们华人节日是怎么样过的，然后我们第一天我就开了大概是3个小时那样，就 MCO 也很得空，然后第二天也开始比较多一点人。第3天的时候，其实是有吓到我。第3天是我们报的那一天，就突然间多了很多人进来，就有些就开始 PM 我，你知道吗？下面有部长Hishamuddin在下面呢。Hishamuddin 也在。然后那时候我是直接冒汗的那个，看，OK 啦。原来以前我在做艺术的，有一些朋友也在，然后就看到Fahmi Reza。还好有大哥在的感觉，我就觉得安全一点点。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要
真的是要戴安全帽的感觉了，开始干将了。我这样，为什么你敢讲什么？因为我很担心，就是进来如果有一些太过敏感的种族问题啊等等的，然后被人家误解了，被人家扭曲了等等的，我觉得我没有安全帽就要戴着。对，我就真的是要戴着安全帽那个，然后我就想怎么办？还好是Fahmi Reza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不如这样，你每一次开始你的房间之前，你就开一个 disclaimer，然后你告诉人家这间房间你能做的东西跟不能做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就后来就是有加了一条，就是我们不谈论政治，我们谈论文化，但是我们不谈论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观点是每个人。你的角度看跟我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东西。对，每个人关心的不同，每个人重点也不同，而且很容易都是吵架。你一讲政治，你看到那些两岸房，每次都是中港台的那一些房间，哇，就是吵到半死了。然后一进来马来西亚的那种orang Cina cakap Melayu 的时候就很 cute 哦，就是因为大家讲到 K 底下，然后你会觉得大家很努力。我觉得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刚刚讲的，他受教育的地方，然后他的生活圈子的限制，所以他没有机会去有其他的异族同胞的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那时候的那个房间，因为又只有声音，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只有一个大头照，所以那个交流真的非常的纯粹，然后很有马来西亚的感觉，就是啾啾那种，大家都很温和。而且从那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始去认识一些马来人的朋友，然后就有一些马来人的朋友就说：“哎，奇怪，感觉你的中文也 OK， 然后马来文也不见得太差，那个你是怎么样学会马来文这个问题的？”给他们说，就我从小到大，我父母工作的环境，我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是马来人，就连我读华小的时候。坐我隔壁的经常都是马来人，因为我皮肤敏感，所以医生就不让我穿短裤去上学，所以我是穿长裤的，不然的话我就会抓到满身都是伤的。那时候就有一些华人的学生就会说：“哎呀，你是华人，你穿长裤，你肯定不是什么你敬老回教啦等等的，就反正他们就会以一种带一点排斥的心态来跟我交友，结果我就被推到去跟马来人一起。”然后我发觉到，哎，其实他们是很友好的，他们也会分享很多他们所懂的，教我马来文怎么样说的更标准一些，说的更好一些。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中文这个部分，所以结果就小学我就是有蛮多马来人朋友，然后上到中学也是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直到我工作，然后进入艺术这个行业的时候，周围的在马来西亚其实从事艺术的，讲真还是蛮多马来人的，所以还是需要跟他们交流，所以就会更深入一点的交流的整个过程，就自然的我就直接就融入了。所以你的马来文是很好的，你现在可不可以用马来文来，假设你眼前有一个马来人，然后呢，他可能对华人是有刻板印象的，有没有办法帮华人说好话？那我就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环节是做些什么的吧。BB 来sembang。BB来sembang. So,untuk hari ini kita punya rancangan ni adalah untuk sembang tentang perkauman kat Malaysia dan untuk memecah ais batu kat Malaysia ni yang orang Cina dengan orang Melayu bagaimana kita punya jarak boleh dapat menghubungkan dengan mengeratkan lagi. 对我来讲已经真的是很厉害哦。不过你是哪一个地区的人？我就是吉隆坡。你是吉隆坡人，对。因为通常我们印象中马来文会很好的人，可能是来自吉达啊，或者是Terengganu 啊、格兰丹的华人的马来文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在 KL 的话，你已经算是很厉害了，是吗？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身边还是有蛮厉害的朋友。你的那个发音还是比较城市的马来文。对，比较就我们学校正规的巴固的，对。我不会有当地语言，像如果你是来自吉兰丹的话，它会有一点。哇，真的，对，我到现在我在停泊岛住了大概有2016年到现在了，我都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掌握他们那个语音啊，那个韵是吗？对，这样你自己在跟马来人就是 text 的时候啊，就是马来同胞在 text 的时候，他们的 short form 到那些你都会看了，都会看，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很简单，他们的 short form 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的就是第一个 X 字哦。OK， 教学时间到，马来同胞的 short form， 第一个 short form 就是 X。
你看到什么字就是打了，就是打猫打那。打杯啊，所以它 X 刀的话，就是你不要以为它就是懂很多倍，它是不懂的意思，那个就很容易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稍微把我们的 vowels， 就是 A I O U 给去掉，就是他们的 short form 了。什么意思？譬如 belanja， 它会 E 就不见掉了，L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会比较注目的字符嘛，J 就是另外一个嘛，然后 A 也是会不见掉嘛，belanja。讲叫不见呢？所以就是去掉它就变 short 了咯，就 BLJ，他把 AEIOU 拿走啊，对。哇，我觉得只是如果你马来文的词汇不够丰富的话，其实你是会学不到的。对，开始的时候会学不到。如果你真的是要学的话，其实还是用最暴力的方式，就是跟他们聊多一点，然后不懂的时候不要害羞，直接问，因为你不问的话，你永远就是学不会的。真的真的，所以你那时候开的那个房间里面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说，竟然有这种现象，还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在那间房间，我还没有正式引爆过这个问题，是私底下我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就是我到现在，你讲再怎么好的哈，我有一个很基本的用词，我是分不清楚的。Gami 的跟 Guitar 哦，我以前不知道有分别的，是有很大我分别。以前不知道的，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稍微厉害了一点，我懂的就是Gami 其中一个不包括你，但是我不确定，我的感觉是。一个是有包括你，一个是没有包括你。对，Gami 是你是被排除在外的，Gami 到又打到，tapi kita 是我们全部人，所以国家是 kita 的，国家不是 Gami 的。我现在就当是买马票这样子，就随便要用，想要用 kita 就用 kita， 想要用 Gami 就用 Gami 了。真的，你到现在还是分不到？还是分不清楚。真的假的？分得到吗？你们？ kita 是包全部人。对，就包括我跟你讲的那个对象，我跟你讲，我分不到是哪两个字，我怕被打。我每一次总会弄乱格巴拉跟格拉巴，然后我会跟一个小孩子讲说你在喝野水啊，我会说有米弄格拉巴还是格巴拉，然后我有次讲错，他们讲说喂，所以是很丢脸啊，不好意思啊。你那个讲错了，至少还蛮多人懂啊。更尴尬的就是我邀请朋友一起去吃饭，就好像他被排外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就是我用了 Gami，然后就是没有包括他，然后他又不敢出声，然后我就是跟他说 Gami pergi makan那个，然后他就点那个，他就没有跟着来，然后我们去他妈妈说你在哪里？我已经回家了。哈，怎么你回家了的？哎呀，你讲 Kami pergi makan 吗？哎，应该打架saya。你知道当时我那个尴尬，我已经是觉得哇老哎，我很想要整个头浸进去那咖喱里。对，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真的少接触的时候，你是真的不会意识到我们因为太多元了，那个用字太多，而且我们讲着马来西亚人虽然会很多语言，但是都没有很精啊。你看，我们都几岁人了，我们现在都还有一点点犹豫跟那个东西。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跟异族同胞相处的时候，实在是有太多的机会有误会。所以马来西亚就是它可爱和它危险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常常觉得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团结，就是想说我们透过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分享，然后让一些没有机会遇到这种很糗的场景的朋友知道说原来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当你有遇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很被offense 的时候，可能可以先想想，可能他不是那个意思哦，有很多陷阱哦，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觉得习惯了跟马来人相处，我是开始以我完全不懂你的生活，我来了解你的，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戴一个头盔先哦，我就会跟他们说，可能我讲的马来文不准，然后可能我用词不当，你们必须要告诉我，然后你必须要纠正我。你知道马来人也有分很多类，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比较开明，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我说我也不懂，我刚认识你，我也不懂你是有多保守那个。如果哇，你这一句就先得罪人了咯。才刚认识你就讲我保守了。没有啊，我就先小人先好了，不然的话，有时你讲错一句话，然后我觉得失去一个朋友那个代价是很大，所以我宁愿不要失去朋友，我想要保留多一些的朋友，我才可以认识他们文化。所以就这样的，我就去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学习。如果你碰到宗教的议题的时候，你可以以学习别人的文化的态度去学习，不要说我去学了人家的文化，我就会被同化的感觉。到今天我还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也没有被同化掉。虽然我现在公司里面
我的另外3个拍档都是马来人，所以从了解他们过程中，我觉得整个相处会更容易。譬如我以前我是懂他们会一天拜很多次神，但是拜多少次都不懂。后来我就学会了，原来他们一天是有拜5次的。早上那一次呢，就是他们一早最早的大概是5点半6点这样看月份的啦，然后中午，然后下午就是大概4点多，然后7点半，然后到8点的。然后原来他们的这个拜神中午的白天的那2次吗？如果你是去 travel 的话，是可以合起来的啊，可以 combine 的。但是他们好像有一个限制，不懂过了多少天过后，你就算等于你是长居在那个地方，是不可以这样不适用。所以他们都是要自我限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还是他们有需要 report 的嘛？打卡还是什么？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诚实的态度咯。所以其实我觉得马来人有一个蛮好的，我觉得我遇过的蛮多的马来人，我不敢说每一个，可能有人的你看我又戴安全帽了咯。有一些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啦，但是我遇到的马来人一般上都很诚实。对他们来说，每一天的礼拜这个过程就是为他们以后的日子要跟神交代的一个方式来的。他觉得他每一天在世界上活着的就是一个修行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太以一个偏见客观的态度去观察他们的时候，就变得可能我们的距离感就很大。你可以把它这样看成一个，就想象我们身边的马来人都像是我们寺庙里面的尼姑和尚。对，你不会进到去尼姑跟和尚，你说，哎，你们很极端哎。你不会这样说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你懂他们在修行。那你何不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马来人的朋友都在身边修行，人家怎样修行，我们就不去评论人家了嘛。我们就不要说，哎，你在修行哦，你又做这个错，你又做那个错，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关系就会开始慢慢的破裂。其实我们做荧光笔的频道啊，就是我们在做的内容，我们其实尝试的也是要打破大家的一个所谓的 bubble 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也是希望在透过我们的讨论啊、分享的时候，也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所说的话。因为讲真啊，我们其实大部分人的手指都是指外面的，是很少人会去指自己，或者是很少人会去看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学习的过程和成长的机会。前提是你不能够先让自己太自满和太高姿态。当你是自满和高姿态的时候，你就只会真正这样说。比如说我们做内容啊，我们做影片啊，有人会上面留言的，你是 Malaysian， 你竟然连这种事情你都不懂，这么基本的 common sense， 你竟然现在还知道做什么 YouTuber 或者是做什么知识型。我就在想说，哎，你这样的姿态，其实你的优越感来自于哪里嘞？但是我反而想要去就是去鼓励大家的是，不要因为我们懂比较多而觉得我们很厉害，我们应该要很 humble 的去求知更多，因为你不可能会知道完所有东西的。而且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懂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有太多版本，你可能也懂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把自己的 judgment 这个东西要慢慢的改掉。我现在这样讲不代表我已经完完全全改掉，只是我觉得说我们都有这样子，人性难免有这样的缺陷，我们慢慢的去注意到它，然后慢慢去修掉它，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跟异族同胞相处的时候 ，OK， 就像我们华人真的有一些人很极端，为了要钱不择手段的但是我们真的所有华人都是这样子，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咩？然后我们的马来同胞里面，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人是掌权的人某部分，他们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是不顾其他 ，even 他自己同胞他也不顾。那难道所有的马来人都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被那种捆绑式的判断只能都一直提醒所以你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会一直提醒你这一点的，也是提醒我们彼此啦如果你想看这个节目的话，观众群很多也是华人。自从我做那个 Clubhouse 的那房间，我就发觉到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原来我们跟他们看的媒体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活在马来西亚，但是我们是活在马来西亚华人圈子的马来西亚，而他们是活在马来人的圈子的马来西亚，所以完全内容都不一样。甚至那一天我有一点惊讶的，我就在看新闻，
我是看了马来新闻是有报了，就是扫荡外劳很大的，就出动了在普渡那边在普渡那边出动了整千人。所以我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回中文新闻的时候，我等了8点到8点半。没有人关注。我说没关系，应该我们做这一行的大概都懂，应该是赶不及截稿时间，对，原谅他截稿时间。然后晚上10点半也没有哦，这个新闻我想没有可能啊。第二天我看8点半的也是没有，原来我们华人的来抓我们了，来抓我们了。你不要拿我的安全帽，我拿回来先。你的嘞，红色那个嘞。借的，我们就等到第二天晚上，我才看回那个新闻，原来我们是华人的新闻是可能是要比他们的收的资讯迟了这么多，然后有很多中文的新闻，有时候我们所聊的话题，他们完全是不懂的。可能以前我们电视台只有3个台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就是同一时段我们会有华语新闻，然后当然又有华语的戏，所以他们马来人到现在他们还停留在以前还没有卫星电视这一个频道的时候的那一个年代的电影的，他们还会告诉我《西游记》啊等等这一些故事的。然后《西游记》过后的，他们就一般上他们都不懂了那种连续剧，因为他们都没有去看，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特别是现在社交媒体会跟推送就是你喜欢看的内容，所以你的那个同温层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小。我们的那个范围，我们能懂的东西，其实反而我们不是比以前更多，我们是比以前更少。局限，所以经常我会尝试的打破那 algorithm 去 search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看看别的内容。所以你在那个 Clubhouse 的那个房间啊，大概开了多久啊？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的2月开到10月，然后 MCO 就解封了，大家就忙自己的生活了，大家就忙自己的生活，然后就开始很少人 online 了，然后整个 Clubhouse 就开始就慢慢的瓦解了。所以现在其实像那时候常常可能比较常会出现在你房间的人，你们有保持联系吗？有一些朋友还是有保持联系的，就是比较常在那间房间里面的朋友啊，然后甚至有艺人也是在那边也是认识的，然后包括已故的 Raymond 哥也是经常在那间房间，当时在那边聊天，所以就觉得是蛮大的一个收获的。我不觉得 MCO 有锁住我，反而是让我开阔了我一个很大的世界。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你做的第一个主动去打破同温层的一件非常就是直接而且并且有效果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收获确实是还蛮多的。所以你会不会鼓励你其实也是一个华校生嘛？然后刚刚讲到你的那个经历，就是开始因为被排挤，也不算是没有完全被接纳，反而跟马来同胞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才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可是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华校背景的人，然后我的生活周遭都是华人为主的话，像这样子的朋友，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子去打破他的这一个既有的限制，生活上的限制？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去进入一些不同的社区，就不要经常待在自己的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去妈妈档也可以啦，然后你多去几次，然后可能那个老板就会开始跟你认识，你就开始跟他了解，然后你可以开始去问他，你有没有一些 hidden menu 啊，你有没有一些我完全没有吃过的东西等等的。然后我们马来西亚都很喜欢吃，就从一个小动作这样开始学习，开始了解，这样的话整个过程会更容易一些吧，没有必要很故意的，你今天就必须要跑去路上，然后拿着一个麦克风问一个马来人一些问题，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反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阅读一些马来报章，然后你阅读。可是我马来文就是很差，怎么办？online 的报章你都可以，然后你可以直接 copy and paste 然后翻译。不过真的现在真的是有翻译实在是太好了，没有这么难吧？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懒。对，所以你在这样子在跟马来同胞相处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印裔同胞朋友多吗？印裔同胞其实也是有，但是没有的太多。你说真正的非常印裔的同胞还是可以数得来，但是你说我跟他们 close 吗？是真的是蛮 close 的。
上个月我才跟一个印度的同胞，我就去了Kuala Kubu Baru，跟他去看流星。对，女生吗？男生，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哎呦，所以我就是那个电灯泡去。看流星，跟你就是坐电灯泡，我坐那个电灯泡，对没有流星吗？你就那边闪来闪去。就是我闪来闪去。所以像刚刚讲的说，是在跟异族同胞相处的过程当中啦，我觉得有很多人只是因为没有机会，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多找一些像这样子的朋友来聊天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哎，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的可怕，其实你愿意踩出一步，其实就 OK。我们的刻板印象对彼此的误解是有机会被化解的，只要有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越来越有意愿，那当然如果荧光笔可以的话，我们也尽量可以希望能够创造这样子的一些空间 ，maybe 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然后让各族的人一起来交流，这样子。我给一个建议啦，可能小编会冒汗的啦。这样。下面加马来文的字幕。我们其实一直有加英文字幕以我们现在的人力，我们加到英文字幕罢了。嗨，马来文很好的朋友，要不要帮我们做上马来字幕？因为我觉得马来字幕会比英文字幕来得更需要。我个人是觉得马来文的字幕在马来西亚的群体，如果你真的是要打破华人跟马来人的那个界限的话，很多特别是比较郊区的马来人的朋友，他们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当他们英文不是那么好，然后又看见我们是中文的内容上一个英文的字幕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陌生，就有一点像我们华人最经常觉得，你去 Little India 看到那种包装全部都是印度文的时候，咩嚟㗎？就不是在跟你对话的感觉对。是我们当然明白啦，其实只是说在你知道荧光笔现在小的团队，我们能够就是每一集都出到英文字幕，是我们目前人力所可以那个承担。不过如果说你的马来文真的很好的话，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马来文字幕小义工的话呢，也是可以跟我们讲，这样子我们会非常的感激。只是说现在我们真的是资源有限。加入会员，抖内，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钱可以请更多的人了。对，你可以 feel 你自己做这一行，你已经 feel 到我们的诚意了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少的人，现在到现在还没有赚钱呢，可是还是一个礼拜出2支影片这样子。开支还很大的，我知道。其实是开支很大，而且它的那个过程真的很多、很繁琐，然后 involve 很多人。但是我们很谢谢一些我们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员工的这些外包出去的合作伙伴有很多，他们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友情的帮忙啦。但是我们自己的 team member 也是一个人要担2份工作，每一个人，所以以我们可以的程度，现在我们已经是尽力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可以想要加入义工帮助我们的话，或者是你没有时间你有钱的话，都欢迎支持我们哦。金主爸爸是无限欢迎的，真的好。So 你最后有什么要补充吗？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然后或者是你的观察，你觉得马来西亚如果要让大家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或者是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我觉得大家就先不要带着一种偏见的方式去看你的朋友，不要带着一个既有印象，可能你懂的未必是正确的知识，可能就是你经过一次的经历而已。而做出的一个结论，我觉得那个对整个社区是不公平的。同样的，我这个不只是呼吁我们华人出去看，如果懂中文的马来人的话，我也希望你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华人。其实每一个社群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很希望是活得很好，活在一起，然后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家园。因为大家的彼此不了解，造成这个隔阂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宽，结果我们就跟自己的族群在一起，排斥了别的族群，包括我们华人也会有时会排挤了我们马来人的朋友，马来人的朋友可能他们去的场所不适合，也会排挤了我们。我们需要制造更多机会，制造更多活动，让大家可以在一起。就很简单的，国庆日大家出来见面，看看朋友，周围的说个嗨，也可能是一个交到好朋友的一个地方嘛。没错，所以呢，今年的2024年。记得来参加想要生活节，我们还是会在国庆月的那段时间会办啊。目前我们开始在筹划当中。然后去年的时候，2023年我们是在鬼仔巷这边嘛，然后我们就在这一带做了一场还算是蛮多人参与，大概有3万人参与的一个生活节。那我们在2024年，我们希望这个是荧光笔每一年都会办的活动，都可以制造一些就是平台或者是时空，让各族的人可以在一起。去年会比较华人一点，我们今年会尽量去
邀请更多不同的族群的朋友一起来做。所以如果说你也很渴望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就留意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会在8、9月份的时候就会去进行了。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这种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义工也好，或者是金主爸爸也好，也是可以跟我们 approach 我们一下，我们一起合作，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者是来交朋友。对，喜欢这样的话题的话呢，可能有多一点金主爸爸，我又可以多一点上来聊了。真的，甚至没有金主爸爸，没有给钱。谢谢你哦，不客气，不客气。好了，谢谢你的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William。那你最后有没有要让人家去 follow 你啊？要人家去哪里找你啊？我刚刚开通了我自己的YouTube 频道，会说一些关于我自己的观察，然后关于潜水的一些内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进来看看我这边啦，让我冲破1000粉丝，然后又可以收一点点钱呢。加油，路真的不容易走，不容易，不容易啊！好了，加油喽！好了，谢谢William的分享，谢谢，拜拜。